望着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他们脸上那一抹极为震惊的模样，老君王也是淡淡一笑，继续道：当年9大界之中，的确也有经验非凡而又强大的势力，可是在我们黄国拥有最强战力的面前，依旧还是差上很多。那个时候9大界中任何一个大界中都拥有着无数神奇强者，在第2等级世界和第3等级世界中，序列神和天位神众多，同时个别强大的势力也出现了天位神之上，达到了半道神领域，这也是当时第2等级世界和第3等级世界的底蕴。特别在一个叫千元界和天元界之中，皆是出现了非常多主神级别的大能者。听到这里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、花仙子、云云他们没有不震惊的。当时没想到连天元界和千元界拥有着如此恐怖的底蕴和实力。后来这些主神级别的大能都飞升到了第1等级世界，并且来到了我们诸神万界，并且都愿意加入我们黄国，至此我们的黄国势力变得更加的庞大无比。后来也是有着越来越多的主神级别大能全部也加入到了黄国，以神皇尊上为首，整个黄国在他的带领下集结了越来越多的主神级别大能，以至于黄国以最强战力的姿态成为了在9大界之中最恐怖的存在。至此整个神州和东西南北洲都成为了黄国势力的区域，也借着如此庞大的底蕴，可以与神界与世界的那些神族碰上一碰。只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敌人并不是那些神族，而是……老君王话到此处停了下来，老君王的话语在宫殿中回荡，仿佛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无形的震颤，并且他的气息都有些变化，那是他内心的一种愤怒和憎恨。然后压制住自己暴走的气息后说道：想必你们也应该知道暗黑魔物吧？暗黑魔物难道是灭神府的那些魔物吗？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一听到魔物便是联想到了灭神府，因为灭神府那些存在所爆发出的力量不同于他们的神之力量，他们那些魔物身上皆是异常强大的魔之力量。如果真的就是如今的灭神府，他们愈发感觉到灭神府的恐怖与可怕。千万载之前，我们整个大宙都已经到达了最鼎盛的繁华时期，万千之道弥漫在大宙的每一处闪耀，主神也是数不胜数，并不是和如今的大宙这般万千大道沉寂，主神级别的大能更是无比的稀少。大道沉寂，难道现在的万千大道都已经被封印了？灵动那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对于大道沉寂的事情他们感到十分的不解，究竟是如何庞大的力量才将大宙中万千之道给封印沉寂了？而且为什么要沉寂万千大道？没错，如今的大宙为何主神稀少，就是因为大道沉寂，让无数修炼者无法感知自身所修的大道之法。你们之所以能够突破成为大道主神，是因为你们是无上的传承者，你们所修之道更是无上道法，而被沉寂的万千之道不包括无上之道。无上之道，那云云他所修的也是无上之道吗？萧炎的目光看向一旁的云云，开口道：不，他所修的是花仙之道，并不列为无上之道。不过花仙之道也是一种特殊的道法，当年圣花殿的第一任花仙子我也是见过，他的实力就连我都无比的忌惮。虽然他拥有着花仙之道的血脉，但是并没有彻底的完全激活花仙血脉，从而也导致花仙之道的力量受到了一些限制。老君王仿佛所有的一切事物在他的眼里都不是秘密，而这就是一位造化主神的恐怖之处，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周边的规则，就能够看透他们的所有本质。第一任花仙子，云云的内心中嘀咕了一下，对于第一任花仙子的实力，她也非常的渴望自己在不久后也能够登临第一任花仙子一样的高度。紧接着大家又将话题引入到了主题上，难道这万千大道的沉寂与那些暗黑魔物有关？沐尘似乎也明白了刚刚老君王前辈的话语中蕴含的意思，沉声问道：不错，如今的大宙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大宙，现在的万千大道都陷入了暗黑的魔渊中，根本无法再次达到那个鼎盛的时期，失去了大道精髓，无数修炼者都会止步于天为神。想必入侵外界的大道主神恐怕极其极少吧。虽然老君王一直在神州皇国之中，可是对外界的一切事物他都非常的清楚了然。如老君王前辈所言，如今万界之中的确大道主神无比的稀少，如果我们所修的不是无上之道，恐怕如今还无法突破大道之境的领域。沐尘说道，如果之前没有无上神韵之气激活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，他也无法由此突破，更别说是修炼万千之道的那些修炼者了。老君王叹息一声，大道沉寂已经阻碍了大宙中无数神奇强者突破大道之境的门槛，并且这一阻碍整整是千万年的时间。而一直没有说话的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们这才知道了真相，原来他们如今迟迟无法有精进，迟迟无法再进一步去突破，原来他们苏所修之道都被沉寂了。
这些年依靠着神丹的加持，才得以突破到了半道神，不然的话，恐怕连半道之境都难以踏入。不过，万千大道沉寂，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暗黑魔物的手段。在千万年前的那一场惊天大战之后，大纣遭受重创，付出了惨痛代价，同时仍不死心，施展他们的恶魔手段，将大纣的万千大道进行了沉寂封印。能够让大纣万千大道都被沉寂封印，这手段的能力已经超乎了他们的想象。即便是造化主神都难以做到如此可怕的程度。当年那些暗黑魔物之中最强的恶魔，暗黑之力通天彻地，即便被五位无上神解体封印，依旧在最后那一刻施展出恶魔封印光，融入大纣之中，使得万千之道都被沉寂封印，再无法弥漫大纣的每一个角落。至此，主神时代也被画上了句号。即便今后有着天赋非凡的修炼者诞生，也仅仅不出双手之数。即便这些天赋卓绝的修炼者突破了大道之境，不过也才不到10位。那恶魔这一做法，直接让大纣的资源和底蕴都难以有所提升。即使已经过了千万年之久，万千大道依旧陷入沉寂中。老君王的话语刚落，空气中就弥漫着一种凝重而紧张的气息。萧炎、灵动木、陈花仙子、云韵等丹神塔众人的面色都不太自然起来，似乎无法置信眼前所听到的真相。他们的目光交织，彼此之间传递着震惊与恐惧的情绪。老君王的话如同一道惊雷，在他们的心湖中激起千层浪。那恶魔的形象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愈发清晰和可怕。其实萧炎他们也非常的清楚，老君王前辈口中所说的恶魔是谁。那恶魔就是被5位无上神联手之下给解体封印的暗黑大帝。暗黑大帝，一个名副其实的恶魔，他所拥有的力量足以让天地变色，星辰失辉。在5位无上是联手下被封印之前，他竟要将大纣的万千大道沉寂封印，这是何等的狂妄以及恐怖的心思。萧炎、灵动木尘等人的心中涌起一股无尽的寒意。暗黑大帝的力量至少堪比无上之境。老君王的眉头紧锁，他身着华贵的长袍，须发皆白，威严中带着沧桑，而他的目光如同穿越了时空，回望着千万年前那一场天古浩劫降临的惊天大战。那恶魔的力量源自于他对大纣万千之道的深刻理解和掌控，他能在被封印之前将这些大道沉寂封印，其手段之高妙恐怕是无人能及。如此手段，除了那恶魔，没有谁可以做得到，即便是那些毁灭魔神都无法做到这般程度。那恶魔的封印光洒向大纣，乃是整个大纣间的悲剧，其力量之恐怖，连无数众神奇强者都难以抵挡。大道沉寂是将万千之道全部封存于暗黑魔渊中，使之无法在大纣中流动弥漫。老君王的话中带着沉重的叹息，仿佛对那恶魔的力量力不从心，心中更是依旧对恶魔的惧色。萧炎、灵动木尘等人听后眉头紧蹙，可想而知当时大纣的亿万生灵和神灵面对着何等恐怖的存在。此时他们的心中涌起一股不屈的决心，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难道真的没有破解之法吗？萧炎的声音虽小，却在寂静的氛围中显得格外清晰。他很明白万千大道沉寂封印所带来的后果，想要让大纣恢复到鼎盛时期，就必须要先将万千大道从沉寂中解封出来。只有这样，那些止步于9重天位神巅峰、半道神领域的强者，才有更大的机会去领悟自身所修之道，从而领悟完整大道之法，成为一位真正的大道主神。所以萧炎想要从这困境中找到一丝出路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，似乎在暗示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破解之道。老君王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，沉声道：大道沉寂封印，乃是那恶魔以自身被封印为代价布下的绝世禁制。即便我们知晓了解除这个手段的方法，但凭我们的实力恐怕都难以撼动其分毫。老君王的声音在他的这一方规则世界中回荡，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无奈。虽然他的实力已经登临造化之境，拥有着造化规则之法，是所有大道主神都忌惮无比的恐怖力量，但在这一刻却似乎也黯淡无光。因为想要解除那恶魔布下的绝世禁制，就算是造化神力似乎也都完全的不够。当年的那一场惊天大战，5位无上神，每一位都是各自领域的无上存在，他们联手对战恶魔，所释放出的力量足以撼动大纣星辰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在那恶魔面前，双方的战局也只能是五五开。老君王心中明白，这样的力量对比，即便是知道了解除大道沉寂的方法，对他们来说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无上之境，只有实力迈入无上之境的主神，才有绝对的力量撼动那恶魔的绝世禁制。老君王喃喃自语，无上之境这4个字在大纣中已经成为了传说。无上之境，那是超越了所有极限，达到了绝对自由与法则的境地。然而在如今这个年代，无上之境的诸神
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。